不知道各位小伙伴们喜不喜欢一些星际科幻题材的影视或者是游戏？还记得在我的3体里，地球联邦的超级舰队在木星集结的时候实在是太帅了，每次看到宇宙战舰 “viu” 的一下折跃到星球上方，就觉得特别带感。前一段时间，戴森球计划官方发布了新的宣传视频，戴森球终于要加入战斗系统了，而且还是对抗未知文明的太空舰队。看着外星舰队齐刷刷的从星球上空驶过，也太壮观了，我已经等不及要集结部队了。戴森球计划是一款科幻题材的自动化工厂游戏，玩家需要开采矿物，自己设计并建造自动化工厂，用自动化工厂生产的材料造更多的工厂。总之就是使劲造，一直造到发射戴森球。这里我先给小伙伴们简单解释一下什么是戴森球，它是由美国物理学家弗里曼·戴森提出的一种假想人造天体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拿超级多的太阳能电池板把恒星整个包裹起来。热知识，太阳在晚上是不会熄灭的，这样太阳能电池板就能24小时工作啦。而且地球离太阳实在是太远了，太阳发出那么多的能量，在地球只能接收到1喵，相当于一个是坐在篝火旁边烤火，一个是在100米外烤火。如果戴森球建成，人类获取能量的效率也将提升上亿倍。地球上你整个太阳能板晒8个小时太阳，只够你晚上洗个热水澡。在戴森球上，8个小时产的电量都够一个城市用1年的了。到那个时候，就能像3体里逻辑从冬眠中醒来一样，到处买上超大功率的无线充电圈，像是高铁全部都靠无线输电，这些电池都不需要了。不过理想很丰满，把太阳包起来所消耗的材料实在是太多了，多到把整个太阳系所有的行星加起来都不够。虽然现实里大概率是看不到戴森球了，但这不妨碍科幻迷们在太空歌剧中畅想戴森球。游戏中我们所在的文明已经掌握了戴森球的变体、戴森云的建造技术了，已经达到了2级文明。宇宙文明等级是由苏联科学家卡尔达肖夫提出的，他将宇宙文明分为3个等级，分别为1级，可以完全利用母星上的一切资源，比如说咱们的地球；2级呢，就是可以利用在恒星系上所有的资源，比如说咱们的太阳系；3级文明则可以完全利用整个星系的力量。人类的科技都已经这么发达了，这能源利用率就连1级文明都算不上，它差不多大概0.7级的样子。在游戏里面，玩家所建造的戴森球都会成为银河系星图上面的一个小光点，这张浩瀚星图就由数十万玩家所建造的戴森球来组成，每个玩家开发一片星系，一起点亮整个银河系，向3级文明进军。不过游戏背景终究是个天头，最受玩家欢迎的地方还是游戏性。戴森球计划算是自动化工厂类游戏里面的集大成者，它把异星工厂硬核的玩法和幸福工厂好看的画风结合在了一起。视角控制上采用2D 和3D 结合起来的方式，在2D 俯视角下建造工厂的时候，对工厂的布局规划更直观，复制产线、拉传送带，相比幸福工厂的第一人称视角都会方便很多。欣赏自己工厂的时候，又可以在自由切换镜头，每次设计完工厂，连上最后一节传送带之后，看到自动化流水线开始有序的运作，真的非常有成就感。我就是代设计师。在你设计完工厂之后，你可以把工厂的蓝图保存下来，当你再需要建造这个工厂的时候，你只需要把蓝图拖出来，就能一键制造工厂了。要知道，这个在异星工厂里面都是后期科技了，戴森球里面一上来就可以用。可惜目前戴森球还没有官方联机，不过因为这个游戏实在是太好玩了，以至于有大佬玩家自己做了一个联机mod。我最近和朋友们又开了一次戴森球的新档，我愿称之为今年最好玩的联机游戏。刚开始大家聚在一起盖工厂，就像是几个小学生合作写程序，各种13代码自己都不一定看得懂，要是别人工厂的流水线出了 bug， 修都不知道怎么修。哎呀，你不要竖着那传送带！一点出2级驱动引擎，大家就分道扬镳，各自找了颗星球，开始白手起家。解锁科技所需要的资源，大家就分一下工，你来生产电路板，我来生产这个发动机。造出来的产物，如果有人需要，就用物流站送过去，还给戴森球玩出一点贸易游戏的味道。后来我们发现，只要把所有的产物全部塞进这个物流机里面，谁要的时候就直接原地插一个物流机就可以了。无脑物资供应分配的事情就全部让电脑干。再到后面，把星际物流站直接划入蓝图里面，一个负责需求原料，一个负责输出产物，完美解决了多人联机物资需求的问题了。一个星球远远看过去，密密麻麻的全是物流站，突出一个效率低下。要是迁到星图里面，好家伙，往返的飞船在这个星球里面都快连成线了。
如果戴森球只是优化了工厂类游戏的玩法，那只能算是一款优秀的游戏。我觉得戴森球最好玩的部分就是可以星际飞行，不只是母星，你可以前往其他的星球了。第一次玩到这里的时候，真的刷新了我对模拟工厂类游戏的三观。星际穿越把整个游戏的玩法拉高了一个维度，不同的行星样貌也完全不同。靠近恒星的星球会变成熔岩星球，充满由熔岩组成的河流，可以用岩浆来发电。反之，要是轨道离恒星很远，这个星球就会变成冰星。甚至还有一些特别的行星，像这颗水星，海洋覆盖率高达99%，是不是特别像《星际穿越》里面去的那一颗星球？除此之外，还有专门采集气体的气态行星，像阿尔卑斯棒棒糖一样的飓风石林行星，还有我最喜欢的猛男快乐星英灵海。整个星球布满了粉粉的樱花树，贼好看。在别的行星里面，你还可以开采到母星没有的矿物，用这些新矿物可以制造出更高级的产物，然后用星际物流站把物资一船一船的拉回主星。这个物流站算是整个游戏的点睛之笔了。它不仅减少了工厂之间物流的压力，还变相的扩大了玩家建造工厂的范围。像是在幸福工厂里面，为了节约物流成本，工厂都全部挤在一坨，各种上下级物资传来传去，只能用一团乱麻来形容。在戴森球里有了物流站，哪怕这2个工厂都不在一个星球，只要啪啪2个竹藤拍下去，那这2个工厂就相当于是贴了。尤其是到了游戏中期，这可以极大幅度的减少玩家开采的成本。我只需要背上一背包的物资，就直奔一颗没开采过的星球，铺上一圈电板，给星球上所有的矿物插上采矿机，然后再从背包里面摸出一张超大的蓝图，一个星球的资源就基本上采集好了。前期采集主星要花4-5个小时的流程，现在半个小时就能采集完一颗星球。用蓝图去快速建造工厂，真的超解压。一旦试过1次之后，就根本停不下来。行星物流站还有一个特别邪道的用法，一般建造互动什么的都是有距离限制的，但是物流站只要你能打开，就能拿取物资。也就是说，我只要按下 M 就可以隔空取物了。这是我第3次重新玩戴森球了，而且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况，像是幸福工厂这样子的建造游戏，如果它更新了一个新版本，我会接着旧档继续玩。但是每次重新玩戴森球的时候，我都会选择重开一个新档。我特别享受在无人深空里从零开始，一点一点推进科技的感觉。在一个新档里面，第一次造出工厂，第一次踏入太空，第一次取绿，发射第1枚太阳帆，每一步都超级有成就感。对自动工厂类游戏感兴趣的小伙伴一定不能错过呀！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啦。如果这期视频还有点意思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么我是切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